挖了2万，后来就不挖了吧。为什么能挖了？不敢挖了，后来看那里不敢挖。看到什么了不敢挖了？不是看里面我趴，后来看到趴的时候就不敢挖。盗墓贼盗墓，看到恐怖一幕，被吓得精神恍惚，双眼无神，直呼害怕，不敢挖。警察在问他看到了什么时，他却怎么都不愿意说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汉寿县常德村有一处禁地，一般人轻易不敢靠近。可就在有一天，村民夜里上厕所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禁地出现了一道诡异的亮光，顿时就把他吓了一大跳，以为是鬼魂出来作怪了。接连好几天，村民每天都能看见那鬼魂游荡，吓得晚上都不敢出门，最后干脆直接报警抓鬼。等警察过来一看，可不得了，还真有鬼，竟然是一个盗洞。这捉鬼还是得等到晚上。果不其然，在蹲守了几天之后，盗墓贼成功落网。虽然对自己盗墓的罪行供认不讳，但是警察还是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这杨国华似乎在害怕着什么，难不成背后还有什么大佬？他不敢供出来。经过一番审问以后，民警都不淡定了。杨国华称，这古墓有诅咒，谁要是打这座墓葬的主意，甚至进入那墓葬里面，诅咒就会应验。可当民警询问是什么诅咒时，杨国华却怎么也不肯说了。民警不信这个邪，决定前往古墓一探究竟。没想到竟看到了惊人的一幕，墓葬入口已经塌方，甚至开始往里渗水，看来从墓中是找不到答案了。就在这时，杨国华开口了，称自己那晚看到了亡灵，吓得小命都要没了。和杨国华一起盗墓的还有一个叫小李子的，他在盗墓界可是个行家，只要是他看中的墓葬，里面多少都会出现点宝贝。杨国华此次也是深信不疑，可这次不一样，挖着挖着，他就听见一声尖叫，正是盗洞里小李子发出来的。难不成墓葬里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？在发现盗洞以后，当地的文物部门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，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。不过对于墓葬里面的情况，他们却什么也不说。记者只好去村子里打探，没想到还真打听出了蛛丝马迹。据村民说，全都是因为那个诅咒，那片地方一直都是一个禁地，这么多年来有不少人打这块空地的主意，种点东西啊，或者还想盖厂什么的。老板倒是换了不少，可每一次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自此以后，这块地就荒废了下来，甚至连本地人都避而远之。之前老一辈的人就说过，这块有一个墓地，传说有亡灵守护，村民都觉得这一切都是那亡灵搞的鬼。难不成小李子也是看到了亡灵不成？挖了2万，后来就不挖了吧。为什么能挖了？不敢挖了，后来看那里不敢挖。看到什么了不敢挖了？不是看里面我趴。盗墓贼盗墓，看到恐怖一幕，被吓得精神恍惚，双眼无神，直呼害怕，不敢挖。村民更是称墓葬有亡灵守护。据杨国华交代，在同伙发出尖叫以后，墓葬就像是发生地震了一样，上层的泥土开始坍塌，幸亏他们跑得快，要不然就成这古墓的陪葬品了。难不成这是一座流沙墓吗？流沙墓又称积沙墓，是古人为防盗，采用沙土填充墓穴的一种墓葬形制，甚至有的墓葬还会在沙土中填入石块。当有盗墓贼闯入以后，只需一瞬间，沙土就会从四面流入，把盗洞堵住，将盗墓贼掩埋在地下，当成陪葬品。不过这种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。考古专家经过勘探以后发现，墓葬周围没有一点沙子的痕迹，难不成这是更高级的防盗墓葬？有盗墓贼闯入就会发生地震？考古专家一听，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原来经过勘探以后，他们发现墓葬之所以会土石乱飞，主要是他们盗洞挖的不对。说白了，这墓葬就是被他们给挖塌的。警方也找到了小李子，一问可不得了，这哪是杨国华口中的盗墓高手，只不过是一个想搞快钱的骗子罢了。因为看不上低工资，就想着不劳而获，可这干什么来钱最快呢？
想来是盗墓的电视剧看多了，小李子觉得自己已经摸透了盗墓的技巧，决定找地方试试手。可这盗墓也得有帮手啊，光他自己得挖到什么时候？正巧这时候杨国华出现了。当小李子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，杨国华就心动了。要知道古墓里面那都是宝贝呀，不用多，只要挖出1、2件就够他们几辈子花的了。不过这墓葬在哪找呢？小李子一听就说道，自己早已经找好目标了。原来之前小李子就听人说起过这座古墓，还被传得神乎其神，他就觉得里面肯定有不少宝贝，于是他就对杨国华称自己有经验，之前挖了不少古墓，还说这是一个将军墓，里面有大宝贝，而且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墓葬。杨国华顿时就心动了，没想到第一次盗墓就遇到了这种怪事，吓得他现在都没缓过神来。尽管警方给他说是挖他的，他也不信，坚称是受到了诅咒。另一边，考古人员经过发掘，在里面发现了不少的兵器，可以确定的是，墓主人的确是一名将领，没想到竟被这2人误打误撞给挖了出来。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